突然发现自己好像很久没有吃过早饭了，主要是因为没动力。但是今天这家店传的实在是太凶了，又到了吃早餐的日子。这么早起来的动力还不是因为这个米其林3星。米其林3星的早餐那可太装逼了。你们知道拿到3星有多难吗？就像是我们这边塔被推完了，然后我们的辅助一个人去偷塔，还把对面水晶推了，好像不是很恰当。但总而言之就是3星的店非常的少，全球范围内都很少。这个我的铺垫越来越长了，我们到门口了。嗨。不愧是京都的7大名店，他家有400多年的历史。400多年前你在干嘛？德川家康已经统一全国了，而你还在纠结怎么牵隔壁同学的手。早饭不长胖，我们开始吧。有一说一，他们家的餐具是真的很精致。第一个是可以拆分成3层的葫芦器皿，第一盘里面有半熟蛋、油菜和蚕豆，还有一块鱼饼，叶子包着的是未知食物，也就能塞个牙缝吧。浅尝一下，半熟蛋煮的还是不错的，蛋黄由外而内，是凝固转为溏心，还可以，口感温润甜糯，甚至像在吃布丁。再来块鱼饼，普普通通；吃一口芝麻油菜，普普通通；再来颗蚕豆，普普通通。哈哈，可以这样讲吗？放屁豆。下一个谜底揭晓，叶子里面包的是2块很小的甜鲷寿司，会带着一股淡淡的清香。这个葫芦器皿里面的第一碗绿色的是青玉水芹和魔芋豆腐，吃进去清甜脆口。第2碗是清蒸鲈鱼，里面配了海藻萝卜泥，整体味道会有些清淡。那今天哪个菜不清淡呢？第3碗是当季的食材，里面有清煮的鱼豆腐，还有鲷鱼和笋。像一个僧人早起修行。但是豆腐海带汤啊，日本人的早餐标配，成都人吃到这里感觉自己不会再快乐了，一点味道都没有。到了他们家的重点，就是这碗粥。他家最早就是靠这个出名的。那个时候很多艺妓在通宵之后就会很喜欢来喝他们家的粥，久而久之就出名了。他们熬得非常的粘稠，米汤都已经熬成了奶白色，米粒都已经绽开了。旁边的碗装了一碗调好的料汁，淋到汤上之后有点味增汤粥的感觉，再配上旁边的小菜，感觉和国内还不太一样。他们家是把菜都吃完了才把粥给你端上来，有种为了一碗粥过五关斩六将的感觉。出产量出的就是这个，然后一顿下来其实还有点贵，但真的非常的朴素清淡，但是却又温暖舒坦。毕竟他家是全世界米其林3星店里面唯一一个卖早饭的，所以如果你来了京都还有力气起床的话，可以来试一试这家店。哇，困了我。阿吉推荐指数8分，卡玩意儿。吃肉的时候为什么会很快乐？有人说好像是因为它能让我们大脑里的多巴胺和血清素快速的积聚，所以我们又找到了一个吃肉的新借口。在日本呢，吃肉有2个好地方，除了那种贵的要死的烤肉店以外，第2个就是居酒屋了。又到了吃居酒屋的日子，先是去吃一家牛舌专门店。牛舌哎，这家店现在被日杂评为东京居酒屋 Top 10的第7名，店面越小味道越正，不知道在日本适不适用，而且只有晚上开门。你知道这家店有多挤吗？我们坐下来基本上就是人挨着人，菜单上面基本上就是各种牛舌的吃法，烤的、炖的、刺身的，在精准的选择过后，我们全部要了一份，肯定吃得完哈。第一盘就是他们家的名物烂煮牛舌，它其实端上来的时候我还觉得它外貌普通，但是它的第一口真的很惊艳，超好吃。它这个牛舌切得很厚，但是超乎想象的软烂，用筷子都可以把它切开的那种。就是如果你牙不好，也不一定要吃地中海料理，这家店也可以满足你。压上了，我估计这得炖了6、7个小时才能达到这种口感。上面撒了一点胡椒粉，微微辛香的味道点了睛，丰富了牛舌的口感。空吃的话可能会有点腻，搭配一点芥末，你可以一个人炫2盘，你甚至不用嚼它。烤牛舌就完全不一样了，这个口感特有韧劲，像烤鸡胗。它这个虽然没有那种高级烤肉店里面外国模特给你烤的那么好吃，但是它过瘾啊！它带着一股独特的木炭香气，肉感弹牙，像是舌尖肉的那种越嚼越香。配菜给的是卷心菜泡菜，一起吃像是在吃东北烤肉加酸菜，非常的地道。太绝了！然后这一盘是红酒牛舌，听起来就是满满的西洋风。这叫平价法餐吗？和风的红酒酱汁在长时间的炖煮下，已经完全炖进了牛舌肉里面，配上一点黄芥末，红酒的香味会在你咬开牛舌的一瞬间漫到整个口腔。明明是炖煮的丝丝分明的牛舌，但是那种柔软的口感会有一瞬间让你以为在吃棉花糖，上下的牙齿一碰牛舌就下来了。它已经没了，在我的嘴巴里边消失了它。还有这个面包片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啊，牛舌的肉汁配上红酒，再灌注到面包里面，有法餐那味儿了。这个面包都没刚才那个牛舌软。对，魔芋块也是超级入味。这个牛舌相对小块一点，它这个汤鲜的像那个翘脚牛肉的味道，我敢说用这个泡饭，我2口泡一碗，再撒上一点六婆，我安详。而且我特别喜欢汤里有魔芋，就像奶茶里面要有一点珍珠和椰果一样。它这个清煮的牛舌汤莫名有种关东煮的感觉，里面有薄切的牛舌还有豆腐和萝卜片，汤喝起来很清甜。哇，它就是日本家庭料理的味道，软嫩鲜甜的豆腐就很棒。最后的主食是烤饭团，据说古时候武士们上战场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在兜里揣这个东西啊，但它其实并没有那么好吃，看上去像是外脆里嫩，但实际上是外焦里深。但这家店有一说一，我很喜欢，一家从昭和年间就一直专心做牛舌的小店，虽然店里有些挤，但是这种和谐的氛围就非常的适合下班之后和同事过来炫2盘。阿吉也真的很热情，喜欢这种传统居酒屋的氛围。阿吉推荐指数8分，看回样。我一直想不通一个事儿，水饺这么好吃的东西，日本为什么那么少？
于是我就在东京搜到了这家店。又到了吃中餐的日子啊！他们家现在非常的有名，因为他最近上了日本的米其林推荐榜。那么简单的概括一下，大概就是，牛逼。すみません。中国語話せますか？啊，太好了！我跟你们也是一样，第一次吃个水饺都要预定。什么呀？这是他们家点酒的菜单。那这种武侠剧里面的册子真的超酷，好吗？我们两个把所有饺子都点了一份，放心吧，吃得完。第一个菜棒棒鸡，但这个和我在四川吃到的好像不太一样啊。红油的辣椒呢？它像是上海味道的棒棒鸡，麻酱味特别浓，吃起来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特香特甜。我这个川渝味还是想念红油香辣棒棒鸡。现在的减脂餐又达标了。下个菜是皮蛋豆腐，感觉好像国内很多地方都有这个菜，这个好像还是一个福建的名菜。我不喝酒，我不抽烟，但是我吃皮蛋。皮蛋那股特殊的汽油香味和滑嫩的口感，超级下饭。想起了在四川经常吃雷椒皮蛋，要是有一点折耳根就好了。然后就是今天的第一盘饺子，煎饺，老板给它取名字叫滑饺子，摆的这种花的形状，还有我们中华的。它这个底盘煎的真的很漂亮，完美光滑的一个曲面。先来一个原味的，什么都不蘸。它这个一口下去，里面是会真实爆油的，饺子的底部煎的脆脆的，其实就很像国内吃的锅贴。我一下不知道应该怎么形容饺子的好吃，但是就是一口回到家乡的感觉，里面有香菇、葱、木耳和猪肉，就像是3鲜馅的锅贴。接下来是一盘四川风的辣油饺子，每个饺子的上面都调好了熟油海椒和香菜，这个看着就很香。饺子一进嘴，最先感受到的就是辣子的香气。他们家的饺子皮真的很薄，里面就是最纯正的肉馅儿，为了突出辣油的香气，它那个辣油是泛甜的，太配饺子了，一口一个水饺太好炫了。突然好想吃中水饺。接下来是这个，我真的头一次见豆腐水饺。朋友说他在东北经常吃这个，所以为什么南方不吃豆腐水饺？里面还是那种水豆腐，调味是微微带一点海鲜味，那辣油特别冲，后面添点盖，有点鲜虾鱼板面的味道。里面的豆腐甚至还能感到一点弹性，对，就是那个淡淡的海鲜味，再蘸一点熟油，真爽。第四盘是鲜菇虾仁，因为它皮很薄，你都能看到里面虾仁的形状，还是蛮大一个的。老规矩哈，第一口不蘸料，虾仁很新鲜，吃起来脆弹脆弹的，加上香菇的鲜味和这个又软又韧的口感，蘸个辣油香味加倍。我又想夸他们家这个辣油了，我感觉蘸那个都很好吃，就是那个。接着是一笼热腾腾的蒸饺，虽然它长得有点像馄饨，虽然它进嘴那个滚烫的油着实有点冒犯了。别人生菜包肉，我连白包饺子，最后再来个肉粽，里面包的是鸡肉，咸口的啊，这个和四川的是一个味儿。它这还加了一点茄子。其实我今天莫名的有些感动，就是这种从小吃到大的东西，老板能把它从一个小店做到米其林推荐，而且走进他家还有一种特别温馨的深夜食堂感，就是感觉特别温暖。好啦，阿基推荐指数9.5分，卡玩意儿。等一下，他们说在日本除了烧鸟、寿司、天妇罗就没有别的东西了。我寻思也不是这样。总而言之，今天就是又到了一个反正不会是吃烧鸟的日子。今天我们绝对不会吃任何的日料。今天我们去的是一家在东京很有人气的德餐馆子，这德国菜。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？脆皮猪肘。今天这只猪它肯定是逃不掉的。吃肉不长胖，我们开始吧。不管是店里的氛围还是这个菜单，已经有点那个味儿了。既然是一个成人局，我们是不是要来一点这个德国特产小鸟伏特加啊？德国不就是被它干掉的吗？骗我喝不来。好啦，第一个菜煮的清口贝，饭前一口汤。这个汤喝起来很鲜的同时，还有一点微辣，有点像在乐山喝的那个翘脚牛肉汤的味道，只不过它是海鲜版的。清口的肉还是挺有弹性，打开都是爱你的形状。德菜里面的头排肯定是香肠了，给你们看看这盘有多长。第一排是番茄土豆味，怎么那么像美式快餐？它这个吃着会有一股很明显的烟熏味，但是它又盖不住那个肉汁的那个味道。里面香肠的肉很扎实，一口下去肉感十足，还有点黑胡椒的味道。旁边的脆皮土豆一定要蘸那个孜然番茄酱，又甜又像烧烤的味道。这边建议亲想象一下羊肉串蘸番茄的味道，有一点上头，不太确定，再吃一口。这种是真的比清淡的日料好吃太多了。这个厚切培根我狂喜欢，它下面配的是酸菜，而且那个培根是厚切很紧实，有点韧性又有点弹性的那种，肥瘦相间，但是一点都不齁咸。培根的油脂配上微微泛酸又带一点咸味的酸菜，真的太美好了。酸菜就是完美的在给培根解腻。这一盘烂泥是芝士培根土豆泥，第一口吃进去还挺大满足的，那种奶香再加上黄油独特的香气。不过是不是德国土豆泥都不会那么细腻啊？像那个捣碎的蒜泥，一整个很干瘪，它那个坨坨感非常明显，甚至有点像云南的那个老奶洋芋。这个墨西哥辣酱你们谁吃过？浅尝一下吧。它特别像加浓版的泡椒凤爪水。我们用它来试一下这盘新的香肠，这一根是带辣味的德国烟熏香肠，只不过它里面的肉汁也是加上刚才那个辣汁，就吃起来很酸爽。这也太恐怖了，这个玩意儿一下就能冲到天灵盖。德国的芥末油炸版的浓缩泡椒汁。这个酸菜肠很特别，它里面有很浓的蒜香味，酸菜加蒜香加烟熏，重口味香肠我的爱。这个看起来最无害的白香肠，里面加的应该是洋葱和欧芹，比其他香肠吃起来口感更嫩。蔬菜口味的香肠，真的发现德国人吃香肠还是挺有一套，这么多种味道差别还不小。最后才是今天的主菜，德国脆皮猪肘，我今天就是为它而来的，它一人份的分量就真的很大，里面配了一坨土豆泥，还有一坨德国酸菜。先给大家表演一个空口吃猪肘，果然脆皮猪肘最大的乐趣就在于肥而不腻，感觉外层的油都已经被烤走了，所以它肯定没什么热量，外面的皮真的特别的酥脆，有点像吃那个猪油渣的味道，但它里面的胶原蛋白又流得很合适，再加上里面的肉又有胶质又很 Q 弹。最后的甜点是一份煎午餐肉，我发现德国菜的重点就是重油重盐，但是有一说一，这个午餐肉真的差了一点六婆，德国人就应该尝尝六婆，不是广告哈。今天瞬间爱上了德餐，
总而言之，吃多了清淡的日料，偶尔来一顿这种重口味的异国菜也很满足。主要也是想跟大家说，日本除了那些本土菜，这些很难理解的异国菜也非常值得去试一下。跟朋友出来喝喝啤酒，也不输给在居酒屋里谈心。阿吉推荐指数8.5分，SS 那个玩意儿。